一部电影在全国各大院线和观众见面的这一天被称之为公映日，但是我想你也应该会发现，朋友圈里怎么总有人在电影公映之前就开始晒观影体验了，这很烦人啊！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怎么办？那这里就会涉及到一些有门道的词语，内部观影、超前点映还有首映礼，它们其实很不一样，而你确实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参与到这些活动之中，甚至可以白嫖一些东西。那么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提前观影的奥秘。那首先，有没有不花1分钱就能够提前看到电影的好事？那答案是真的有的。我们在调研的时候发现，像这样搜索观影团免费观影，筛选调整为最新，你报名他们的观影活动，那确实就有机会能够免费提前观影。那运气好的话，还能免费领取到电影的周边和嘉宾现场互动，这真的挺有趣的。那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种观影形式叫做点映，算是比较基础的一种白嫖方式，你也会付出一点代价，我们等会会讲到。那别的渠道有没有？能不能更早看到电影？那我们按照提前程度来排序，提前观影活动你可以分为试映、点映还有首映。那最早的就是试映，我们可以先来讲一讲。它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中叶，哥伦比亚影业在电影上映之前，会邀请观众坐在有操纵杆的座椅上来观影。当他们感觉不错的时候，就向右摇动操纵杆；感觉糟糕就摇向左边。在观影结束之后，他们对电影的感受就会被外化成一条曲线，可以清晰地告诉制片厂主管哪些段落受到观众的喜爱，哪些部分需要改进。有一点类似于我们现在 B 站上面看到的高能进度条，这弹幕越多或者人越多拖动的位置，波浪的峰值就会越高，那方便观众对整个节目的精彩片段来做一些预判，相当于一个现代版的数字操纵杆，所以还挺神奇的。那一般来说，试映会比公映早1到2个月，而且影片是没有龙标的未完成片。那目前猫眼、淘票票、翻影等平台都有在做影片的试映工作，但是你要找到它的难度其实还是挺大的。他们通常会伪装成一个神秘观影，出现在购票平台之上，而且出现的概率非常低。那大多数时候都是平台根据用户登记的信息，比如年龄、职业、喜欢的明星、看过的电影等等，去筛选电影的目标受众，以短信的方式邀请他们来现场观影。所以说试映真的是很拼运气的一件事情。但是一般试映会后，观众都需要签订保密协议，你不能够剧透，否则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所以强烈建议秘密憋着不讲就难受，喜欢剧透的朋友请回避这类观影活动。你好我好大家好。那当今的试映会还增加了问卷调查还有映后讨论的环节，来收集观众对于影片的反馈。那最主要的目的还是看看影片有没有什么硬伤。那一般性的剧情问题可以通过剪辑还有特效来修改。那如果影片就有较大的硬伤问题，那甚至会有补拍的可能性。像很多我们熟知的大片，其实都有被试映会观众所折磨的经历。那比如说《泰坦尼克号》，虽然获得了11项奥斯卡金像奖，但是试映会上观众觉得打斗的场面让电影的节奏变得拖沓，不符合电影生死攸关的场景。于是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从影片上足足砍掉了45分钟，把故事的核心转为了围绕 U jump I jump 的情感抉择，使之成为后来观众所看到的194分钟的神作。那还有李安导演的《冰风暴》，在第一次试映会中，观众的推荐度仅有17%。那之后李安用了3个月对片子来进行完整的重新剪辑，期间又多次组织试映会来跟进观众的评价，最终片子才大获成功，提名了第50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金棕榈奖。那这么看来，试映会还真的挺有用的，对吧？所以现在我们也在用试映会来检测我们的节目。那通常会邀请6到8个人来一起观看初稿，喷导演、骂剪辑、匿名做问卷，结束之后还能获得一张小卖部的购物券，确实在公司里面还挺香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视频主创是一定不能在现场的，否则很有可能为了维护同事的情谊，就没有办法有最好的结果。那一部电影等到试映结束，片子完成过审拿到龙标之后，就来到了点映环节。那点映是什么意思？就是在部分城市或者针对部分人群优先放映的影片。那一般情况之下，影片会选择在距离正式上映1到2周的时候来进行点映的活动，这样有利于保留市场的热度，点映规模也可大可小，主要看片方的发行策略。小规模点映主要以观影团为主，像毒舌观影团、藤井树观影团在国内都非常有名，一般通过微博或者微信公众号报名就可以免费参加他们的线下观影。所以通常来说，观影团大多是电影营销的一环，电影周边还有场地一般都是由片方来提供的。但都这么说了，那肯定是不能白嫖的。通常在观影活动结束之后，主持人会上台，让观众在豆瓣、猫眼、淘票票等平台给予中肯的评价。但大多数观众本着免费看了电影的心态，还有周边，都会比较嘴下留情，所以大概率可以获得比较不错的宣传效果。
那另一种大规模点映其实已经和提前公映类似，普通观众在电影购票平台上就能够购票来观看。那他们通常都会标有点映2个字。那对于大规模点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预判，预判一座城市或者特定的人群会对片子是否感兴趣。那一般片方就会通过抄作业的方式来预判。那比如说了不起的老爸就将同类型的影片《我的姐姐》首日口碑表现更好的城市来作为点映的初选。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先让对影片感兴趣的观众把口碑散播出去，吸引更多的人在电影公映的时候真正走到影院里面继续交钱。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敢于用点映来提前造势的片方大多都对影片的质量十分自信，这样才能让影片在公映的时候乘胜追击。那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文牧野导演的这个《我不是药神》，在点映的时期，影片就收获了炸裂的口碑，豆瓣、淘票票、猫眼都获得了9分以上的高分，在微博、豆瓣还有朋友圈等各种平台也都获得了刷屏式的推荐。所以最终影片公映之后，以30亿的票房斩获了2018年的年度票房季军。而烂片很大可能会因为点映把自己给点死了。那具体的例子还是不举了，你自己说。在好莱坞点映更重要的意义是指导发行。由于美国有专门放映商业片、文艺片还有艺术片的影院，所以通过点映，发行方可以预判即将上映的影片更适合哪一类的影院或者人群来观看。那比如影片《卧虎藏龙》在发行前进行点映的时候，就发现这部片子在主流市场上有点水土不服，但是却深受中年知识分子阶层还有文化精英的喜爱，因此把喜爱看文艺片的观众锁定为核心受众，通过第一批观众的口碑还有票房数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还有排片。但是点映其实也是有一些讲究的，首先是时间，比如讲上一辈故事的归来就选择在母亲节点映，有一些效果。那其次，地区影响也很大。夏洛特烦恼就根据主演沈腾还有马丽的粉丝画像，把点映区域划定在了东北。那果然获得了第一批观众的喜爱，电影的好口碑在社交平台上不断发酵，最终他们用2100万的成本撬动了14.4亿的票房。那除此之外，点映也很会挑人，片方会根据影片的目标受众，组织一些双向奔赴的点映活动。那比如青春片在高校点映，动画片的亲子场等等，都是有着针对性的吸引目标观众来看。那最近还有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在点映场，片方还会记录观众的情绪反应，作为宣发物料，让没有看过电影的观众对电影本身产生好奇。也有一些做的过度比较抽象的，这小狗看狗狗主演的电影眼睛湿润，这狗都看哭了，就有点离谱。那经历完试映还有点映，假如这时候你还是没能看到这部电影，你运气真的很背，但是你还是想抢先一步看到发朋友圈，那你还有个机会，首映礼。那一般会比公映提前1到2天左右。这一天不光是电影的主演主创会到场，还有很多前来助兴的明星嘉宾，为的就是吸引大量的媒体，给即将公映的影片烧最后一把柴，增加它的热度还有话题度。像当年的《十面埋伏》的首映礼，我印象很深，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按照1.5倍的比例建造了电影场景里的牡丹坊，邀请了各种大腕来表演，这个阵容就堪比我们现在的跨年演唱会，还是挺离谱的。那一般在仪式结束之后，还会进行电影的放映，看完电影之后还能和主创来互动。那这么香的活动，难度系数肯定也不小，一般是没有入场券可以买的，但是一些电影平台、观影团上一般都会有在首映之前发布相关的消息，邀请影迷来报名免费参加。那我们整理出了一个合集放在官网，你可以去参考一下，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报名，都试一试。但是无论如何，高质量的影片才是基石，否则你再好的试映、点映、各种营销，再盛大的首映礼也只会是昙花一现。那除了以上的观影方法，其实还有一种方法，但是它的提前程度就比较随机，就是备受影迷朋友喜爱的电影节。在国内比较出名的上海国际电影节，还有北京国际电影节，都会提前放映一些即将在院线上映的影片。像今年韩延导演的《我爱你》就作为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影片来进行了首次放映。还有今年热度很高的《消失的她》也在北影节上提前放映。那一般这类电影节你确实可以提前看到，但是需要你花一些钱。在淘票票这类线上购票平台都会开设专门的购买入口，在线下指定的影展还有影院，你也可以买到观影票，但是需要花钱。所以总的来说，提前观影的门道确实还挺多的，有免费的也有收费的。但是不管你能多提前看电影，对于没有看过的朋友一定切记，不要剧透，不要剧透，不要剧透。一般有人和我剧透，我就会。所以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的话，也请务必点赞、投币、3连转发，这有非常大的帮助，也可以发给你的朋友们看看。那么我们下次再见。等等，先别走，来看看我们的新衣服吧。